这他妈老头就是一功夫熊猫啊！被评价为功夫熊猫的老丁是个年过60的独居老人，看到报纸上报道的凶杀案后，便向当地警方举报，曾在案发前看到黑帮老大崔东宪和其手下出现在案发地点。警方随即抓捕了崔东宪一行人。老丁作为目击证人报案时十分肯定看到的是崔东宪，指证时却犹豫不决，精神恍惚。警方随即对老丁进行了调查，想确认他是否因为被恐吓所以不敢说。经过调查，他们发现老丁作为其中的一员，自然也是身手了得。他前半生独来独往，与刀枪棍棒为伴，茫茫人海自此再无音讯。女儿伤心欲绝，远走他乡。老丁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，心理压力加上年岁渐长，老丁的记忆力迅速衰退。他就像所处的这座中俄边境小镇一样，孤独而边缘的活着。根据老丁的情况，体检的胡大夫建议他早点做些防忘事的准备，比如买部录音机。老丁也很听话，出门就买了纸录音笔。回到家，老丁忘了脖子上挂的钥匙，捡了根铁丝准备捅开锁眼。幸亏邻居普大妈提醒，老丁才发现钥匙在哪。普大妈是个热情话多的老太太，和沉默寡言的老丁比起来，她那张嘴和机关枪没两样。老丁还有个邻居叫李正九，是个除了发型在线，其余一事无成的赌鬼，不仅气走了老婆，和女儿小春花也像上辈子的仇人。小春花一和爸爸吵架，就翻窗户躲到老丁家，不仅蹭吃蹭喝，还蹭电视，这里俨然成了小春花第二个家。而老丁虽然看起来凶巴巴，但心里却早已将小春花当成了自己的孙女。李正九乐得清闲，便骑着车来到赌场。赌瘾难消的他欠着钱也要赌，光记在赌场账上的就已经有25万。这天，赌场的幕后老板崔东宪找到李正九，表示要给他指条明路，让李正九和自己手下的伙计大列子一起到俄罗斯境内的红星大酒店，从自己要找的人身上拿一个包，事成之后25万的欠账一笔勾销。李正九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他来到红星酒店，找到自己在酒店做厨师的堂哥，拿到目标人物的房卡后，塞给堂哥一笔钱。堂哥嘱咐李正九，崔东宪不是个好主子，让他小心行事。李正九来到房间门口，敲了敲门，发现无人回应，便用房卡打开门潜入了房间，然后在卧室里发现了那个手袋。此时床上还躺着一个熟睡的女人。李正九蹑手蹑脚走到床边，小心翼翼地拉开拉链，确认包里装的是自己要找的宝石之后，提着袋子准备离开，没想到却和洗澡出来的黑手党老大撞了个正着，两人均是一愣。李正九率先反应过来，一脚踹开老大逃出房间。黑手党成员们也在监控中看到了他的身影，马上倾巢而出追捕李正九。人的潜力是无限的，面对人多势众的黑手党，李正九使出浑身解数逃出了酒店。大列子在楼下接应，然后拿着包逃之夭夭。丢了价值千万的宝石，黑手党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李正九的堂哥也被卷入其中，死于非命。为了追回宝石，他们找到了崔东宪的老大华叔，要求他出面交涉并且拿回宝石，否则就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。李正九疲于奔命，小春花便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老丁家，和他一起吃甜筒，一起钓鱼，一老一少过得悠闲自在。老丁将对小孙女的思念和爱全都寄托在了小春花身上。小春花是个人精，她说普大妈每次看老丁都两眼放光。果不其然，普大妈特意打扮一番，邀请老丁到自己家吃饭，话里话外都是想和他过日子的打算。老丁吭哧吭哧干饭，见话题不对头，连忙起身准备离开。这时普大妈的儿子回到了家，他是个刑警。老丁到警察局指证崔东宪时，两人有过一面之缘，老丁只能重新落座。此时李正九拿着珠宝跑路的消息也传到了崔东宪耳朵里，得知他还有个女儿后，便派人到崔东宪家企图绑走小春花。小春花向老丁求救，两个小喽啰起初并没有将这个胖老头放在眼里，但很快他们就只剩跪地求饶的份。老丁不费吹灰之力制服了两人。小春花第一次见这种场面，被吓晕了过去。普大妈听到动静后，第一时间报了警。警方询问过小春花和附近的邻居后，确定了又是崔东宪的手笔。为确保小春花的安全，警方按照程序暂时将她安置在了自己叔公家。生活忽然间静下来了，房子变得空荡荡，老丁心里也觉得空落落。他好像又走丢一个孙女，变回了那个独来独往的老头。侄子打电话邀请他参加妹妹的婚礼。老丁赶到婚礼现场后，这天不知是什么节日，大街上异常热闹，老丁也夹杂在人群中。他一眼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小春花，小春花也向他跑来。一老一少坐在路边的蛋糕店吃甜品，老丁心情很好，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这时一男一女走进店里，商量着买结婚蛋糕。男人不知说了什么，小春花嘴里喊着不许说我爸爸，
然后冲上前就是一顿挠。两人正是小春花的妈妈和她的未婚夫。妈妈一脸嫌弃地瞥了小春花一眼，然后追着自己未婚夫离开了。小春花哭着跑走，老丁看着她满眼心疼。叔公叔婆不想要小春花这个拖油瓶，小春花也住得不开心，便向社区提出让老丁照顾自己。就这样，爷孙俩又得以团聚。当晚，爷孙俩在蒲美丽家吃饭。小春花不知和吴美丽约了什么，吃饱就先回家去拿东西了。夜深后，李正九风尘仆仆地来到老丁家，他很感谢老丁照顾小春花，表示自己要出去躲一阵子，事情过了一定回来接走女儿。随后留下一沓钱离开，但还没等他没走出多远，就被守株待兔的崔东宪一行人发现，包就在李正九手里。崔东宪也不浪费时间，直接杀了李正九，拿包走人，末了还一把火烧了他家。老丁家的门被人从外面卡死，等他翻出窗户，小春花家已经是一片火海。警方并未在现场发现小春花的遗体，但也迟迟没有他的线索。老丁思索再三，他不能再丢了小春花。打定主意后，老丁来到普大妈家，借了电话给远在海外的女儿留言，希望她能原谅自己，然后向普大妈讲述了自己不算美满的一生，像遗言一般将自己能记住的东西全都说给她，然后按照报纸上的照片找到崔东宪一伙人盘踞的娱乐城。崔东宪并没将老丁放在眼里，老丁也不废话，马上向他证明了狗眼看人低的后果。小弟们被悉数撂倒，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，崔东宪也狼狈不堪地躲在一旁。这时黑手党们杀上门抢夺珠宝，其中一个盯上崔东宪让他交出宝石，其余人拿着刀大开杀戒。老丁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又对上了黑手党，没有找到小春花，他不能倒下。此刻的老丁神挡杀神，黑手党们没支撑过几招就死于非命。这时外面警笛声响起，拿到珠宝，黑手党老大慌不择路地逃命，但这些宝石他有命拿没命花。车子在十字路口被一辆大卡车撞飞，宝石钞票散落一地，车里的老大浑身是血，奄奄一息。警方迅速包抄上来，这下罪犯们就算插翅也难飞了。另一边，老丁和崔东宪都已经精疲力竭，但他还是凭借意志力咬牙紧追着崔东宪。崔东宪想不清楚这个老头究竟有多少力气，为什么一直阴魂不散。他恶狠狠地咒骂老丁，说自己杀了很多人，很快也会杀掉他。老丁拿出录音笔将这些罪证录了下来。两个小弟这次来是要解决他的。崔东宪被二人打死，老丁呆呆地看着他的尸体，回想着小春花陪在自己身边的日子。到最后他还是没能从崔东宪口中问出小春花的下落。自责的老丁坐在铁轨上独自垂泪，被普大妈发现后带回了家。大妈发现了站在一堆废墟前的小春花，原来她一直待在同学吴美丽家，这才躲过一劫。后来小春花就和老丁相依为命，老丁的女儿从国外回来找他，看样子他也原谅了老丁。但这时候的老丁已经谁也记不起了，他忘记了钓鱼，忘记了甜筒，也忘记了普大妈，却独独没有忘了小春花，那个治愈他孤独的小女孩。